一张照片像引爆器一样点燃了整个网络世界。画面中的赵露思并没有刻意摆出夸张姿势，她只是站在那里，神情自然，甚至带着几分轻松与随意。但正是这种毫不刻意，却让她的腰线显得更加不可思议。网友们在第一时间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是真实的人体比例吗？还是某种视觉错位？随着这张图在各大平台被疯狂转发，耳机腰这个词迅速诞生，并成为热搜关键词。有人截图放大对比，有人拿出耳机做实验，甚至还有人制作对比图来验证其真实性。这种全民参与的讨论，使得这张照片从惊艳一瞬变成了现象级事件。在信息过载的时代，能让人停下来反复观看、反复讨论的画面极其罕见，而这一刻，赵露思做到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爆红并非营销驱动，而是源于观众最原始的震撼与好奇。当人们面对超出认知范围的视觉冲击时，本能反应就是传播与讨论。这也正是耳机腰事件能够席卷全网的核心原因。当热度逐渐升高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。很多人开始理性分析，是否是拍摄角度的问题？是否是广角镜头带来的拉伸效果？又或者是后期修图的结果？在这个高度依赖视觉加工的时代，人们已经习惯对完美画面保持怀疑。然而，随着更多现场视频与不同角度的照片曝光，事情变得更加复杂。不同镜头下的赵露思，腰部依旧保持着极高的纤细度。这说明，这种视觉冲击并非完全虚构，而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放大效果。它本身骨架偏小，加之比例协调，再通过高腰设计、收腰剪裁等服装元素强化视觉焦点，最终形成了远超日常认知的观感。这也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，所谓震撼，往往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，而是现实条件与视觉呈现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当真实已经足够出众，再叠加视觉语言的放大，就会产生一种接近超现实的效果。这正是耳机腰最迷人的地方，它介于真实与幻觉之间，让人既相信又怀疑。耳机腰的爆红，其实映射的是当代审美的一种极端化趋势。在短视频与社交媒体主导的时代，视觉冲击成为吸引注意力的核心竞争力。普通的美已经不够，人们需要的是第一眼就被击中的强烈感受。这种审美变化让细腰、长腿、直角肩等标签被不断放大，甚至逐渐演变为一种标准。而赵露思的耳机腰恰好踩在了这种极致审美的顶点。它不仅满足了大众对瘦的想象，更突破了人们对人体比例的认知边界。但值得思考的是，这种震惊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视觉疲劳的反作用。当我们每天都在刷到精修图片与滤镜视频时，普通的美已经无法刺激神经，只有更夸张、更极端的画面才能重新激发注意力。因此，耳机腰之所以震撼，不只是因为它本身，而是因为它在一个过度美化的环境中依然能够脱颖而出。在耳机腰事件之前，赵露思更多被定义为甜妹代表，她的笑容、气质、角色选择都带有一种亲切与轻松的氛围，让观众产生强烈的亲近感。然而，这次事件却让她的形象出现了新的维度，从可爱走向惊艳。这种转变并不是取代，而是叠加。观众开始意识到，她不仅有亲和力，还有极具冲击力的外形条件。这种反差感往往比单一标签更具吸引力。一个既可以让人觉得温暖，又能在视觉上带来震撼的公众人物，更容易形成长久的记忆点。同时，这种话题也让他从作品讨论延伸到外形讨论，从演员身份扩展到现象人物。在流量逻辑中，这种跨维度的关注往往意味着更大的曝光与讨论空间，而耳机腰正是这个转变的关键节点。随着热度持续发酵，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出现分歧。一部分人将耳机腰视为美的极致表达，是自律与天赋的结合，而另一部分人则开始担忧，这种过于极端的标准是否会对大众，尤其是年轻人产生不良影响。这种争议并非偶然，而是现代审美环境中不可避免的矛盾。当极致被不断放大，就容易转化为一种隐形压力。
有人会开始对比自己，有人会产生焦虑，甚至误以为这才是标准身材。但事实上，每个人的骨架、体质、生活方式都不同，将某一种极端状态视为普遍标准，本身就是不合理的。因此，耳机妖带来的不仅是惊叹，更是一场关于审美边界的讨论。它提醒我们，在欣赏的同时，也要保持理性。很多人看到结果，却忽略了过程。事实上，能够呈现出如此纤细的线条，背后离不开长期的自律管理。饮食控制、规律运动、良好的作息，这些都是基础。对于公众人物而言，身材不仅是外形的一部分，更是一种职业要求。赵露思所展现出的状态，很大程度上来自持续的自我管理。她需要在繁忙的工作中维持身体状态，同时还要面对镜头的放大效应。这种压力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更应该理性看待。这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奇迹，而是长期选择与坚持的结果。当我们被震撼吸引时，也应看到背后的付出，而不是简单的将其视为理所当然。在当今的传播环境中，一个瞬间就可以被无限放大，并迅速演变为神话。耳机妖正是典型案例。从一张照片到全网热议，再到衍生出无数模仿与讨论，它几乎完整地走完了流量爆发的路径。这种现象说明，注意力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资源，而那些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注意力的画面，就会被不断复制与传播。但与此同时，这种热度往往也是短暂的。新的话题会不断出现，新的视觉冲击会不断替代旧的记忆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。相反，这些瞬间神话构成了时代记忆的一部分。它们记录了当下的审美趋势，也反映了大众心理的变化。而耳机妖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一针。当时间过去，人们再次回看这段讨论，依然会被当初的震撼所吸引。这种记忆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，并不是因为它持续存在，而是因为它在出现的那一刻足够强烈。赵露思的耳机妖已经超越了一张普通照片的意义，它成为一种符号，一种关于极致视觉冲击的象征。每当人们提起，脑海中都会浮现出那种第一次看到时的惊讶。在信息不断更新的时代，真正能被记住的内容并不多，而那些能够留下来的，往往都具备一个共同点，它们曾经让人停住。而这正是耳机妖最成功的地方。感谢你耐心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曾被这一瞬间震撼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真实想法。你觉得这是视觉奇迹，还是被放大的审美现象？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我们持续创作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